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J 尔康，欢迎收看久违的极品案例。今天要给大家上的是一堂特别的家庭关系指导课。课堂上的主人公小 T 只是一个代号，没有说他一定是 T 的意思，是个芳龄20的乱世佳人。他可能是基片史上最惨主角了。开场不到1分钟就收到了女友发来的短信，惨遭分手。这年头分手已经够惨了，他还是分手里头倒数第2惨的分手类型，连面都不愿意见上一面的赛博分手。好在他还有一帮好朋友帮他排解失恋的苦闷。朋友与他相约在了一家小众的酒馆，一碰头就免不了开始从头复盘起这段失败的恋情，接受朋友们的数落。原来这并不是小 T 和他女朋友第一次分手了，他俩恋爱时，对方就曾经发表爱的宣言称：“我不是因为你是女生所以喜欢你，因为那个人是你才会喜欢。”朋友们，多么熟悉的台词！小 T 发现阿姨后，眼睛闪光，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。而相比起小 T 的神采奕奕，阿姨慌得直接躲进了柜子里，哦不是柜台后面，用尴尬的笑容掩饰自己没有出柜的慌张。本以为侄女儿会惊讶自己的女童身份，但没想到我们活泼可爱的小 T 才不在乎这些。他比较惊讶的是，阿姨居然辞掉了大企业的工作，来这边开这个冷冷清清的酒馆，她真的好有事业心。总之，在这次尴尬、慌乱又有些搞笑的佳作偶遇后，小 T 正式开始了在阿姨酒馆里兼职的日子。虽然发现自己的阿姨也是女童是一件有一点微妙，然后像小说一样精彩的事情，但是比起感慨这件事情，阿姨这家酒馆的生意惨淡更让小 T 感慨。在他眼中，阿姨头脑又好，能力又强，长得又漂亮，没道理这个酒馆这么冷冷清清啊。其实阿姨有一套自己的想法，她的这家小酒馆只面向女性营业，她担心酒馆公开后带来大量顾客的同时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，这既是她的经营理念，也是她性格的体现。当然了，阿姨的这套生存哲学也让她的酒馆运营入不敷出。小 T 没有办法理解阿姨的这个想法，她非常想要让这个酒馆变得红火起来，于是他和朋友们一合计，决定偷偷利用自己好友网红的影响力来为小酒馆打响名气。这天又是一个临近打烊时的小聚会，小 T 八卦兴起，开始向自己的阿姨打听起她喜欢的女孩的类型。这位傲娇阿姨嘴上说着跟自己的侄女儿聊这个话题有点怪，但实际上又非常具体地说出了自己喜欢的类型。她说的时候嘴角含笑，眼里有情，说出来的字字句句都仿佛在认真回忆某个具体的人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这个人就走进了店里。在场几乎所有人一眼就能看出这2个人之间关系不简单，只有阿姨死鸭子嘴硬。但他看他的眼神，他们之间那种带点礼貌的亲密感，根本就掩饰不住他们互相喜欢的这件事情。小 T 和店员也迅速进入了磕糖模式，他也从这位同单嘴里听到这位甜甜的姐姐是个侄女，所以阿姨才会拼命去掩饰自己掩饰不住的情感，保持着根本很难保持的距离。而这位真侄女其实也不是很直，阿姨递给她一杯酒，她的情话张口就来，我不知道我喜欢男生还是女生，但是我知道我喜欢你给我的一切。听听这段话术是不是又有一点似曾相识？看吧，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连遇到的感情困扰都如此相似。不过阿姨听完这段暧昧发言后直接躲了起来，和单纯坦然接受这种暧昧的亲侄女儿比起来是另一个极端。她对待自己的感情和对待自己的事业一样，一律采取保守逃避的处理方式，如此这般过了很多年都孑然一身，直到自己的侄女儿替她强行打开一条新的道路。在小 T 网红朋友的影响下，小酒馆迅速走红，迎来了一大波客人。如预料中那样，大家果然都沉迷于店长帅气的身姿，自发为酒馆做宣传。店里的客人越来越多，阿姨店长也越来越忙碌，甜妹姐姐也从一开始为店长高兴，慢慢变得寂寞。望着店长的背影，脸上挂着笑容，但身影却充满悲伤。在离开的时候，他拜托小 T 告诉店长，以后自己不能经常来了。
说话的语气仿佛失恋一样，带着难过，像是为了调节心情。他调侃小 T 和店长很像，小 T 额角有一颗痣，店长在同一个位置也有一颗。而这件事情，不管是小 T 自己还是店长本人都没有注意到。看吧，这就是韩剧拿捏人心的地方，通过这样的细枝末节去表现他心中对店长的暗恋，有一种含蓄的浪漫，狠狠戳中所有鸡仔细腻敏感的心，也把我们小 T 狠狠感动到，转身就各种明示暗示自己的阿姨不要装傻充愣，放走缘分。阿姨还来不及思考小 T 话里话外的含义，无意中就得知小 T 背着自己把酒吧对外公开宣传这件事情。酒吧的突然爆火，对他来说就像是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公开出柜，慌张、愤怒、无措，种种情绪交杂之下，他开除了小 T。好在咱们小 T 天性乐观强势，即使被开除了，还是1周5天穿着不同衣服来展示自己的时尚品味，雷打不动的拉着朋友来店里，不当员工当顾客。店里的同事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把小 T 拉到仓库谈心。虽然小 T 自己每天都会来店里，但他其实也不是很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。明明是为了想让这家酒馆红火起来，也不明白自己的阿姨为什么喜欢躲躲藏藏。明明喜欢女生也并不是什么错误的事情。最后还是这位和阿姨共事了很久的合伙人说出了关键点。小 T 和阿姨之间相差了13岁，如今的小 T 可以自然而然地和班上同学出柜，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自在的恋爱。但在阿姨的那个年代，这一切并不是自然的。她的怯懦，她的隐藏是一种习惯，这种习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被改变。小 T 恍然大悟，但在等到自己和阿姨和解前，他先遇到了自己的前任。这位前任气势汹汹地前来复合，阿姨担心小 T 的状况，一直在门外听墙角。好在这次小 T 很硬气，面对女友分分合合的任性，以及总拿直女性取向的困惑当做分手的借口这件事，他早就忍无可忍了。这次他坚决地拒绝了复合的无理要求，并且漂亮地回怼前女友：你只在乎你的感受，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，你就是喜欢女生。在这次分手风波后，小 T 和阿姨在天台谈心，互相交换了彼此的恋爱哲学。小 T 说，即使时光倒流，即使最后结局依然是分手，但他还是不后悔与她相恋。再来一次，可能还是会答应交往，因为他喜欢她。鼓起勇气，悄咪咪的关号私用，在店铺的 ins 留下了一则暧昧短讯。看到这则短讯的甜妹姐姐瞬间明白了一切，她久违的再次来到酒吧与店长见面。提早打烊的酒吧播放着爱情电影，两个人依旧保持着亲密与礼貌之间的距离。店长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爱的告白，说出了自己所有的担忧与慌乱，也说出了自己的不安。甜妹温柔地包裹住了他所有的情绪，用坚定安抚了店长内心的迷茫。两个人终于迎来了一个热烈的吻。店长的爱情圆满了，小 T 也如愿回到了酒馆上班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朋友中也凑对谈起了恋爱。看着酒馆里散发着幸福味道的恋人们，小 T 突然意识到只有自己是单身狗了。怒不可遏的她邀请寡王闺蜜一起借酒消愁，却没想到
第1季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韩国网剧真的很喜欢在结尾丢这种喜感大反转来吊观众的胃口，让我们迫不及待的想看续集。这部剧里所有的女演员演技都很不错，能把每个人物演绎得非常有魅力。其实在剧中，除了店长阿姨的这个恋情主线故事外，小 T 和他朋友们的恋爱线也同样精彩，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那种兔子就吃窝边草的故事。台词里还埋了各种女同笑话，强烈建议大家去他们的油管频道观看这部剧，订阅支持制作组制作更多的好剧。当然了，看到最后也希望大家能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们下个视频见。